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我们欢迎张帅张医师。Hello， 我们之前有几集在讲这个蛮化的这个询问呢，犹如雪花般的飘来，好多人脸都蛮化了，对，都快变野蛮人了。不是啊，我是说可是真的很多啊，这10几年来，很多时候是诊所销售，就是不管什么问题都是靠填充解决。尖端科技的结晶，你一定要试看看。就造就了很多人，他看起来年轻人无怒没有，但是看起来很怪，或者看起来脸变大。因为不管你做填充什么东西，只要是填东西进去，它一定是让你的体积变大。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你这样打一打脸会变小，大家仔细想想，这件事跟我们这个宇宙中的物理原则有符合吗？好像有点怪怪的。填东西越填脸越小，这个事情是比较奇怪的哦。那有时候他跟你说，你看这个填完的照片，那当然某些光影的变化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但相对的，这也有可能是这个摄影的一些角度让你会有这样的错觉。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那不管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处理蛮化已经是一个很重要，在医美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大家其实看到不管小红书啊还是什么微博，很多人都在讨论蛮化，但是很多人只会跟你说，你看这个人变蛮化，但是很少人告诉你蛮化到底怎么处理。好，那甚至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从头到尾蛮化，他永远都只讲怎么处理玻尿酸，其实这不对的。其实我处理蛮化已经很多年了啦，几年前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蛮化的人比较少，他们去很多地方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最后可能就到我这里来做一个根本的处理。我今天会跟大家讨论一下，你如果蛮化了要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今天呢，这个算是脸部异物清除的一个经验谈。那这个清除呢，当然就有分用微整的方式，还有用手术的方式哦。这个我做了几百例，真的一定是有的。我说的是手术哦，那微整清除那就不用讲了。只是坦白说，用微整可以清除蛮化的案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少很多。我等一下跟各位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我既然当初是打针，把脸打那么大，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靠打针就恢复原样？恐怕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那首先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客人什么时候你只要清除异物，你也不要恐慌，说我打东西进去就一定不对，不是的。我们打东西进去呢，最大一个目的是要变漂亮，而这最重要，认清楚一件事，填充就是为了要改善流失跟凹陷。不要把填充想成是无敌的万能的，把它想象成它是来自于元宇宙 AI 智慧的产物，然后不要把它想象成说填充有多么的神奇，可以改变这个宇宙的定理，我靠填充就可以解决松垂不是这样。什么时候要移除异物？如果你没有这些状况，你不用担心，代表你打得很好，不用要想说我只要填东西进去就造成莫名的恐慌，不需要。好，第一个重点蛮化，什么状况你觉得需要清除？就太大，这太大，我们最常遇到就是苹果肌太大，哇，这个真的无敌常见。有的人是笑的时候特别大，有的人是不笑的时候有非常的大，这个状况就麻烦。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把它变小一点。所以第一个太大大到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说你撞到脸肿起来了你就要警觉了然后这太大可能要停。第二个下垂，其实我们很常听到客人说，我以为打完这个东西以后就会提升。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你想想看，一个东西可以用到针里面去推出来，它一定是胶状的物质嘛，像水泥也是一个胶状的物质。可是大家常会有一个错觉，会把填充的东西把它当成砖块。今天呢，我如果是一坨水泥啪一下打在墙上，隔一阵时间它一定慢慢水泥会开始往下滑嘛，就会造成下垂。但大家都常常有以为把这个填充物把它当成是砖头，我把它填在墙上，把它越填越挺，越填越强壮，这是错的。所以你常会听到说靠注射去强化韧带，这个就是利用错觉，把填充物把水泥当成了砖块在填。有客人会说水泥干了以后不是跟砖块一样强壮吗？对不起，你的脸里面有组织液，有这些循环的淋巴液，你填进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干的跟石头砖块一样。我们脸里面有很多的水分嘛，所以你填进去的东西它就会接触到这些水分的存在，永远都是呈现一个像水泥的状况。我再举个例，矽胶，什么叫矽胶？大家没印象？silicone，大家不是在补那个漏水的时候，干了以后就可以在那边防堵水有点弹性的东西。我们印象中的矽胶是这个东西，它的确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用来补漏水的东西，它干了以后在那就 OK 了嘛。问题是在你的脸上，你永远都没有可能有让它干的机会。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手术打开那个矽胶的时候，它始终
终还是吸饱了水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打小针美容、打矽胶人，他后来那个东西他会慢慢会移动、会跑。很多人都会想象中，不是我家里面那个silicone给它补水以后，它就粘在那里，它就不会动了。你说它会在脸上跑，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它始终都维持成像水泥一样胶状的状态，它就是会往下坠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些填充物已经造成你下垂了，也要考虑把它拿掉，把它清除掉。第三个凹凸，凹凸也是很可怕啊，尤其是近几年有个产品，它刚打的时候还好，打完隔了1年半2年，它就开始乱长，很容易凹凸。我其实已经不敢在这里讲是哪些产品了，真的这个东西已经被打到超级泛滥。我也没有说很针对什么，我只是因为我处理的超多这种 case， 他想知道是什么，来私讯我好了。这个凹凸就要注意哦，什么时候你要清楚？凹凸有2种状况，第一种是你打进去它就凹凸，它就没有打好。那你可能就要把它清除。有些东西可以简单清除，有些东西不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介绍大概每个产品它的特色。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刚打进去还好，后面它怎么样乱长，导致凹凸，有的额头凹凸，有一点凹凸。那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是打进去后来才凹凸了，我们就要考虑把它清掉，而且往往可能要考虑手术清除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你没有清干净，它后面可能会再长。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靠打针不见的，但有些东西就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所有诊所里面我讲的东西都绝对不是靠 imagination 跟 hallucination， 我们不是靠幻想跟妄想来，我都是有医疗根据的。我随便秀几篇这个一些论文哈，跟一些国际知名医师他们的研究的这个论文给大家看，就知道其实这个真的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了。像你看这个，那这个是来自 DRS 的论文，他们就是这个整形外科里面分数最高的一篇论文，他就在讲说，我们在处理脸上一些外来物，如果它产生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它。那我们一开始介绍这个常见脸上一些异物的处理原则，一个一个介绍。第一个，玻尿酸。玻尿酸是一个很普遍常用的东西，它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降解。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当中用的这个东西就叫降解。大家看到把这个降解酶滴到这个玻尿酸上面，玻尿酸你看哇很神奇耶，它就会像水一样慢慢的溶解。其实它一打进去，它很快就会溶解。我今天把这个玻尿酸降解掉了，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再填充？一般如果你要再填充的东西还是玻尿酸，比如说你是因为前一个医师他打完以后脸上出现的像这种状况一些毛毛虫没有打好，廷格尔效应，你把它降解掉，降完以后我泪沟跑出来，我想要立即填充，可不可以？如果你想要立即填充玻尿酸，不行，马上建议隔1个礼拜，免得里面残余的一些降解酶把你刚填进去的玻尿酸也降掉了。但如果你今天要填进去的是别的产品，降解酶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产品？是不会。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打的是叉叉丝，你打的是叉叉磁这些产品，这医师跟你说好，我帮你把它降解掉，不可能。因为那些产品是没办法用降解酶降掉，降解酶从头到尾只能降玻尿酸，请记住。第二件事，降解酶降玻尿酸，除了降你打进去的玻尿酸，它原本你皮肤体内自己有的玻尿酸也会降掉，所以要注意，降解酶没打好很容易凹凸。所以降解酶不是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我脸想要小，全脸都给它打一点，不是啊，因为它也会降掉你自己原本体内的玻尿酸，所以假设没有打好，降解酶打的时候，你皮肤会变薄。你没有看过降解酶打错以后的样子，那个皮肤会变得半透明，好可怕哦。当然，如果你想要变透明人的话，想要变电影隐形人、透明人，你可以试试看降解酶，但你也不可能变隐形人啊。你只是皮肤会变薄而已。我之前就看过有客人他打降解酶没打好，就打那个皮很薄啊，那个底下都会看到那个血管好可怕哦，就变成青筋都浮出来了。所以降解酶不能乱打，也是要有经验的医师打。好，第二个产品 Sculptra 童颜针这个产品呢其实也很久了它是由美国 FDA 通过了，已经24年了你看我怎么这么熟悉？
系啊，因为我也是他们的教学医师。这个 Sculptra 它当然就跟玻尿酸不一样的概念，它是药水，它打进去也会长胶原蛋白。那当然有没有可能医师在评估的时候没有评估好打过多，也是有可能的。那它可不可以降解？坦白说它是不能降解的。可是当它长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些药物可以让它变小一点，但它的原理概念跟刚刚说的玻尿酸是不一样哦，它是可以让它体积减少，但我们不叫降解。它是可以改善它的这个状况。除了童颜针，我们要注意说它有可能长太多。像今年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就是这个维贝拉。那维贝拉它又是另外一种新的胶原蛋白增生剂，它也是打了进去会长胶原蛋白出来。不过它跟童颜针它的概念就是不太一样。如果你今天不小心维贝拉打太多的时候，就不是用刚刚说打的这些药物去把它降掉。为什么呢？因为维贝拉它的主要成分呢是 PTLA，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当它温度达到50-60度的时候，它会软化，我们叫玻璃化。所以这个维贝拉，如果这个产品你打多的时候，你倒是可以用电波或是音波，借由这个局部加热让它软化，然后推一推，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匀称，或者把它推一推，把它推到比较旁边的位置，让它不要那么大，然后可以加速它的代谢。所以如果是维贝拉，它倒可以用这个特色。可是如果是童颜针呢，因为它不怕热它的温度要很高，因为它是聚左旋乳酸，它跟维贝拉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胶原蛋白增生剂，它的成分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如果是童颜针，对不起，加热电波音波是没有效的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有些客人说，我平常有打电波音波的情况，我要打填充物，我会不会打完填充物打电波音波它就会流失？有一些东西会，玻尿酸、维贝拉它会不见，那童颜针不怕热，它就不会不见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其实是很多细节要注意的。不同的产品用处不一样，它打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外科医师，技术很重要，对这些产品的认知也很重要。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填充物 ，Radius 就是所谓的精量子，精量子这些产品呢，在医学上统称叫卡哈 CHA， 还有伊莲丝。不过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伊莲丝不是也是胶原蛋白增生剂吗？不过坦白说，在台湾是这样归类，但如果你今天是去国外，你去美国或者是欧洲，其实伊莲丝在美国是没有证的，所以他们美国没有在讨论，但欧洲他们会拿出来讨论。他们很多时候是把伊莲丝跟 Radius 放在一起比较的，因为他们的结构很像，可是他们两个产品的分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精量子呢，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一种钙磷的化合物，那伊莲丝它最主要成分是一种叫做 PCL 的东西。Radius 呢，它最主要它会自己长出来的是弹性蛋白为主，那 Elens 呢，它就是最主要长出来的是胶原蛋白。这两个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精量子它打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伊莲丝后面可能会再长。不过这就要注意了，它好处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说它会再长，很棒啊，可能维持比较久。但是缺点就是如果不可控的话，当然就比较麻烦。因为这两个东西注意重点，这两个东西它是没有降解酶的，而且不管你打什么针，它的效果很差，都很难把它消得很干净。所以这两个东西呢，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我的建议是在施打的时候不要一下打太多。你知道我常跟客人说，先打1瓶或2瓶试看看嘛，一个部位。我很不喜欢说来吧7支，来吧10支，来吧20支，没有必要这样。我们现在有活动，一次买5支，算你便宜一点，不要这样。我的建议真的打填充物呢，我都习惯保守一点，不够就再打就好了嘛。如果过多怎么办？事实上我刚刚前面讲了有一些注射的方法，事实上我们这几年处理更多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用注射把它溶掉，我们只好用手术来解决。所以如果各位你们在影片前你发现你也有这些问题，这些东西都消不掉的时候，你们就来找我我可以帮你们处理这个问题。往往有些东西它不是像你想象中过1年2年忍耐一下就过去了，有一些人他3年4年5年6年他都还在，那这样的结果你的组织被撑了那么久，后面的松垂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好，我们再看，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之外，像这篇文章当我们有提到说接下来讲的一些根本就不会吸收的东西，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东西，也是脸上的异物。我们来看还有哪些脸上特别的异物。第一个矽胶，刚前面讲这个矽胶就是人家说的小针美容，也有人说硅胶。这个以前很多人在20-30年前玻尿酸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都有打。他们哪里来的？他就拿那个填胸部的那种东西，然后他从里面抽一管一管。可是我们胸部呢，它是矽胶硅胶是包在一个囊里面，你放进去那个矽胶硅胶不会跑出来，然后他们把这个囊戳破抽出来打在你脸上，它就很恐怖不会吸收，它会乱跑，会往下坠，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这个矽胶它还可能会造成肉芽肿，会让你脸上
跑出一坨一坨的东西。好，什么是肉芽肿呢？你看，就像那画面这样，我给大家看这个已经是最不恐怖的，好像很多，那就会造成说它不只是下垂，你脸会变大。所以很多人说奇怪，我怎么脸越来越大？因为肉芽肿。其实肉芽肿的产生不只是细胶，有些产品也很容易有肉芽肿。于是我们很多人就会想说，这小针我当初呢是这样打进去的，那我现在要用简单的方法用。你就会听到有人会跟你说，我们可以抽脂，有用吗？没有用。第一个，你打进去的这个小针它会乱跑。我们可以抽脂的，它只能抽在浅层皮下部位，筋膜还有筋膜以下部位是不能抽的。所以很多人抽完没什么改变。大家注意一件事，抽脂很多人抽出来是脂肪，不是小针，那个细胶硅胶还是在里面，那只会让它后来越来越垂而已。抽脂没有用。然后有人说帮你溶一溶，我用雷射溶一溶，我用什么机器帮你溶一溶，加热溶一溶，一抽它就流出来了。哎呀，就这么好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呢？第一个一样，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溶，它一样只能浅层，深层它溶不到。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东西，这个大家上 Google 会查到。矽胶 silicone 这个东西呢，它为什么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广泛用于医学？因为它很稳定，它比较不怕化学的东西，它也不怕热。大家看一下它的熔点啊，80度到220度，代表什么？你要让它融化可以抽出来，你也这么高，你皮肤也坏了，你脸也烧焦了，要求。所以真正要溶出来，温度至少是要80度以上，你人都快熟了。意思是根本就不可能，你一定不会想要让你脸熟了换这个代价，所以告诉你可以用溶的，可以把小针溶出来的。看率，因为我做过很多说被溶的，做完脸一开始脸有变小了，过了2年3年，怎么我摸那块还是在？怎么它越来越垂？我打开一看，它溶的都是脂肪，小针原封不动都在那个地方。第三个，为什么说用溶的对小针都没有用？因为小针美容它在我们脸上，它会很黏，非常的黏到就像强力胶那么黏，比口香糖黏。强力胶什么概念？你把强力胶2根手捏看，大家如果不知道，欢迎大家等一下到巷子口的强力胶店买一下。然后滴一滴在这里这样捏着，你家人问你在干嘛，你就说你在实验，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可能要去急诊把它分开。对，撕开皮都破了。大家不要真的回去试，等下骂我，它就是这么黏。所以小针很多医师他是没办法处理，当然我们处理很多，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殊的技巧，带着显微镜把它慢慢跟旁边沾黏的地方把它分开。哦，那是有特殊的器械的，很精细的器械，去慢慢，你有看过那很细的，你有在旁边录影过，慢慢的剥，把它弄出来，哦，然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很精细的工作，所以绝对也不是一个如果只做过400-500例的拉皮是做得到的，那个经验数还是不够。所以小针美容大家会看到，当我们看有一些早期的名人，他甚至去做过2-3次拉皮，他还是改善不了，因为以前老的方法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可以很大幅度改善这个问题。好，再来线现在很发达。所以线也有分可吸收、不可吸收，或是有少部分的人，他虽然线埋的是可吸收，但他因为体质的关系，线可能没办法完全吸收。那线可不可以拿出来取线，对我而言是非常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医师会跟你说，不要埋线，埋线完以后，你之后拉皮会有困扰。坦白说，可能是他的经验不够。对我们而言，其实取线反而是我们刚刚前面里面讲，我觉得最简单的取出来的东西之一，非常容易就可以拿出来。那这个线在我们脸上呢，其实就像你之前埋过线，可能对一些医师而言，他会没办法开，会增加难度。可是对够熟悉的医生，我觉得他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很多医生在埋线的时候呢，他有些位置不能埋的，他也埋了，造成了粘连。这一种粘连，靠我们手术的时候把线拿出来，同时把粘连部位重新分离，再把它拉皮，所以这个线是可以处理的。再来奥美丁，奥美丁呢是大陆10几年前流行一个注射物，那因为它是半透明的，所以早期很多人会骗说它的是长效玻尿酸。其实台湾有类似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卫福部已经把它下架了。那其实一样的道理，这些东西呢是不会吸收的，液态的，所以它一样会造成下垂。它不是玻尿酸，所以降解没降不掉。所以我到现在还常遇到客人说，我给他打的玻尿酸10几年都没有效，他拿给我看是半透明的，那我告诉你，你中奖了，你可能打的是奥美丁。台湾之前这个长效的这个不可吸收的东西，想知道是什么，或是你怀疑脸上被打了什么，请来跟我联络。所以如果你怀疑，因为你这样打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都没有效，你来跟我讲，我来跟你讲是怎么处理。好，这一样是可以处理的，放心，这一样是可以处理的。这里呢
我在讲我们在处理的这些异物的时候，大忌。很多时候很多异物坦白说只能手术，而且你的手术千万不要做那种半吊子。那处理这些异物，我要提醒大家几件事。第一个，降解酶只能降玻尿酸，不是玻尿酸东西打降解酶，往往溶掉的是你原本皮肤的玻尿酸，会让你皮肤更薄，只会更糟。第二个，还会有人会用类固醇去打一些不能吸收的东西，比如说小针不能吸收，奥美定不能吸收，我给你打类固醇，那结果造成类固醇让旁边的皮肤有问题，因为类固醇它没有办法溶掉这些不可吸收的东西，只会让它更严重、更明显，而且会更松。再来，更常见，现在打消脂针，我还听到有人用消脂针打伊莲丝，用消脂针打精酿瓷，用消脂针打什么什么东西，当然是不 OK 的。就像我刚前面讲，抽脂抽的是什么，他都已经告诉你抽的是脂的抽脂，消脂针它就从头到尾只能消脂肪。它就不能消其他东西，所以你今天这一大坨是打东西进去的，你打消脂针，它会让你打进去的东西不见吗？不会，它只会消掉你的脂肪，可能的结果就是你那一坨东西还是让它继续垂，还是造成问题。所以要弄清楚，有很多的东西不是靠打降解酶，不是靠打类固醇，不是靠打消脂针有用的，要弄清楚。再来，我们在清楚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很多人说清楚完就没事啊，不是哦。第一个，松弛，尤其如果你这个填东西进去太久了，就像一个气球，哇，把它吹大了好几年啊，那你这时候把这个气放掉，它会不会松了？会不会皱了？会，我们的组织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把它清掉就没事了，它往往伴随就是松跟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清完，我们一定要拉紧。如果今天我们用3层次拉皮在清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清完就直接帮你拉紧。那如果你今天只是简单的打一些针让它变小的时候，你要考虑，如果它后面变松了，不一定会比较好看哦，这点一定要考虑。所以你在找医师在清除这些异物的时候，你要顺便问他说，我后面要不要做什么事？或者是这个医师有没有跟你提到这件事，就代表他有没有经验，而不是降完以后回来说我怎么脸更垮了。对，应该是因为清掉的关系啊，经验不够嘛，没有先跟你说清楚。再来，凹凸，坦白说，在清除异物的过程中，凹凸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很多的东西打进去以后，你可以想象你打进去的这个东西都是凝胶状的东西，它不规则的渗透在你组织的时候，你清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造成凹凸？有可能，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后续还需要做一些填补，或者是比如说你用3针拉皮在清除的过程中，再把它拉紧、拉平一点。那所以每一个清除异物的客人，你都要注意一件事：后续有没有可能需要再把它修补平整一点？是有可能。那不用担心，这个对有经验医师而言都是可以处理的。好，它都是让你恢复成好看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担心凹凸就不去处理它，你后面代价更多。这个后面的凹凸我们要处理，其实对有经验医师也是很简单的。对，好，所以不用担心。再来，这件事要特别移除后有没有可能再增生？有可能。好，我刚刚就讲说这几年台湾一个很火产品，它很多人啊讲说我去打针啊，让它小一点，结果后来又在涨。真的，这个产品我遇过有1年半以后再涨，3年以后还在涨。这个产品我有时候客人来，我都会跟他说，我比较建议直接考虑手术把它清干净一点，不然一直在那边涨，其实对你的组织都是个伤害。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下巴很特别哦。下巴不管你打什么东西，你去清除完以后，我们清完以后变小了，半年1年以后怎么它又长大了？因为下巴很特别哦，下巴它是一个很容易增生的位置。刚清完的时候，它可能很小，但后来它会增生会变大。但不用担心这一种，它后来增生了，它其实有时候是跟材质无关的，是这个部位本身的问题。下巴不管你用什么材质，清完它很多会再增生，不用担心。这种后续增生的呢，可以打一些微量的类固醇是可以控制。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清除呢有经验医师他就会告诉你，你这个最好清除干净啊，可能后续要打一些类似消疤针的这种微量的类固醇，然后来避免它再次增生。我今天跟他讲的这个主题，往内很少医师提到，这个其实在医学会都可以讲一整天了。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异物的清除已经是一个很大一门学问。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欢迎可以私讯给我们。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很有用，对你朋友有用，或者是你看你朋友好像不知不觉蛮化，或者是他有这个困扰，欢迎把这个影片传给他看。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实证医学才正确，术中录影别忽略，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拜拜，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